嘿，勇敢前行，在恐懼中重拾前行的力量。人生最艱難的征戰，往往不是別人能看見的外部挑戰，而是那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內心掙扎。恐懼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在於它讓我們畏縮，而在於它會把我們推向錯誤的位置。當恐懼佔據心頭，我們就會離開該站立的崗位，躲進那些陰暗、壓抑、原本不屬於我們的洞穴或地槽中。核心的生命課題就在於如何識別恐懼的錯位，並靠着內在的信心，在不確定的光景中重新邁出那一步。故事與人物：曾經有一群人在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強敵時，因為看到對方兵力如海邊的沙那樣多，便被嚇破了膽。他們躲進山洞、叢林的深處，甚至鑽進枯乾的儲水池裡。他們之所以躲藏，是因為環顧四周，發現自己手中沒有像樣的兵器，覺得根本沒有能力去贏。然而，在眾人陷入羞愧與癱瘓時，有一個年輕人站了出來。他沒有等待所有人都準備好，也沒有因為手中只有簡單的裝備而退縮。他帶着一名夥伴，決定主動走向敵人的營盤。他面對的是兩座高聳的山崖，一邊代表着可能跌倒，另一邊代表着可能受傷。這些聲音在他耳邊環繞，但他沒有讓這些聲音擋住前方的路，而是選擇從中間穿過去。所學到的功課：第一，視覺的迷失。我們常因看到敵人的強大而恐懼，卻忘了自己原本擁有的應許與力量。當焦點只定格在困難上，就會忽略自己其實擁有反擊的資格。第二，武器的誤解。很多人覺得自己無法面對挑戰，是因為覺得缺乏工具，缺乏教導，缺乏資源。但真正的武裝並非外在的鐵器，而是內在的覺醒。只要意識到自己擁有更高的生命源頭，就不會覺得自己是手無寸鐵的受害者。第三，概率的陷阱。我們總想等到成功的幾率達到100%才行動，但事實是，腦子永遠會盯住那1%的失敗可能。生命並不受數學概率的限制，真正的突破往往發生在幾率最不利的時候。應該怎麼做？首先，檢視你的位置，問問自己，我現在是在該在的崗位上，還是因為害怕而躲在某個不該在的角落？如果發現位置錯了，就要意識到是恐懼在作祟，而不是你真的無能。其次，接受不完美的決定，不需要等到擁有完美的計劃才出發。勇氣不是不害怕，也不是要做一個絕對正確的決定，而是朝着正確的方向踏出第一步。不做決定往往是比做錯決定更糟糕的選擇。最後，問自己，為什麼不是我？看到別人勇敢，看到別人成功時，不要只當旁觀者，要相信既然別人可以，你也可以。拿起你現有的資源，不再被動等待環境改變，而是主動去改變環境。不要讓恐懼成為擋在面前的山，而要讓它成為留在身後的風景。